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晚讲堂。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我们呢，今天呢就看一看我这个撇篮怎么样。我拔一个起来，这个直径差不多，好像12公分左右大，也就是够尺寸可以吃了。那这个撇篮，通常咱们中国人都喜欢，但是种的时候不一定种得出来。那什么原因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任何的这个蔬菜品种在种植之前都需要经过筛选试验，那也就是说，一定是只能从本地种子公司买种子，然后经过你或者是邻居种植以后，证实它的确能够结球的这种品种才能使用。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撇篮的话，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早春播种，秋夏收撇篮的；一种呢是夏末播种，然后这个深秋来收撇篮的。有的时候这两种品种如果你颠倒了，表现就不太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红撇篮，紫色撇篮。这个紫色撇篮的话，春天在这里种过，它的表现就比这个绿撇篮好。那现在刚好颠倒过来，这个绿撇篮的形状已经那么大了，但是红撇篮的话最大的也只有5公分，所以对每个品种的特性要非常的了解。那我这个撇篮的品种的话是从加拿大的一个著名的种子公司买的种子 West Coast Seeds。 大家如果对撇篮感兴趣，如果说种撇篮有失败的，那去哪里买种子就好了。这个找到它的链接，然后买来就可以。它在春天种，那就在3月份室内育苗，育苗40天到50天左右以后，到了4月底移栽到户外。当移栽以后，开始这2个月，要用小拱棚来覆盖。那盖到这个也就是说我们3月上旬育苗，4月上旬移栽，覆盖以后一直盖到5月底6月初，那到6月中旬左右就可以收撇了。那我们这个的话是我是在8月的上旬育的苗，当时地很紧张，是在这个韭菜的这个行间里面育的苗。说实话给它的条件不是太好，那现在知道它表现那么好，明年就一定要善待它，好好的给它这个育苗，那相信会长得更大。在这里8月10号左右育了苗以后，到了9月10号这块豆角拉秧以后才种到这块豆角地里面的。那我种这个豆角地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菜毛病比较多，所以的话特意种在豆角地里面，让这个豆角这个培肥了地力以后，一点它地比较肥，土壤疏松；第二点，我用豆角的渣子埋在下边做肥料，保证它的肥力充足，不需要使用这个鸡粪啊、牛粪什么这些肥料，保证它的健康。那果然它现在长成这个样子，没辜负我的这个希望。这大概20几个撇篮，能吃一阵子。今天还不是想收它的时候，今天只是检查一下看它长得怎么样，蛮不错。刚好今天降温，那估计到这个10月底下霜了，那咱们把它盖起来。它的耐寒性的话是零下3度左右，不是最强。今天稍微温度有点低，就不是很精神。但是呢，到了零下以后，不是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做了覆盖以后，它可以扛大概零下5度的温度没问题。那咱们把它作为11月份来吃的一个品种，也能就是抵一段时间。整个这个蔬菜这个布局就这样。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虫害。菜青虫非常喜欢吃甘蓝类，这个撇篮也属于甘蓝类。怎么防呢？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小钩子，
这就是固定那个钢网的一个架子。移栽以后，架上钢网，再罩上防虫网，防止蝴蝶产卵产生菜青虫。从现在样子看来的话，这个菜青虫的防治还是卓有成效，卓有成效。那只要把握这2点，就是选择正确的品种，栽对正确的时间，那撇兰种植就成功了。我希望经过2周到3周的时间，这个撇兰的尺寸还能够再增加至少1/3，尺寸长到直径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那一个的重量能到差不多1磅左右，那就理想了。降温以后，它的味道也会非常好。那怎么吃？这个撇兰的话，削了皮以后，煮汤吃也好，凉拌着吃也好，甚至生吃都是非常棒的。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身体健康，种植愉快。